杭州一直是中国人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地。5000年前，这里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诞生了最早的人类城市雏形。水路的开通，将杭州置于京杭大运河的咽喉之处，杭州从此兆兴。而今，这里因智慧城市再次为世人瞩目。在王坚博士看来，城市从未停止进化的脚步。科技创新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那城市那么复杂的时候，其实靠人来协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想，它需要有个新的机制，它城市本身需要一个新的机制来做这件事情，让人用更好的方式、更文明的方式，在这个城市里面。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思想和理念决定着城市的前途和未来。当今时代，创新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熟悉的城市。正午时分，师生们从课堂涌向食堂。这里是陈维勇的战场，留到这边来可能就宽一点了。你像在这两边都是墩，他必须在1小时内为这所大学35000名师生提供午餐。陈维勇的淡定，是因为有这样一组数据熟稔于心。一个中午的全深大学，单消耗蔬菜是12吨，米呢就6吨，油呢1300多升，肉类呢大概是1.6吨，消耗水呢1天大概600方水，电呢1.2万度。一顿简单的午饭，让一所大学每天都会消耗海量的资源。然而这一切，只是一座城市维持正常运转的缩影。今天，地球上超过1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创造着繁华，而繁华让城市日益复杂。交通、天气、水电、管网，每一个系统都面临着城市扩容的空前挑战。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给整个城市带来难以预料的混乱。因此，每座城市都需要一位具有非凡智慧、全天不休的超人市长。交通拥堵是城市之痛。在过去10年中，全球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持续恶化。主要城市平均拥堵率超过了40%，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心情，更影响着城市运转的效率。新街口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它的脚下是亚洲最大的地铁站，拥有24个出口的新街口站。这个繁忙的交通枢纽，日均客流峰值超过100万人次，地铁管理部门持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里被誉为南京地铁的大脑，它凭借智能化的手段，实现了按客流分配运能。通过调整发车的间隔，提高运力，是解决高峰时段拥堵的唯一办法。近些年，大型以及超大型城市的地铁发车间隔已经临近极限，间隔每缩短10秒，提升的运力就可能达到5%到8%。尽管只缩短了这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背后的秘密，
就是智能化信号系统的一次次迭代升级。大数据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升了地下交通的出行效率，而压力最大的地上交通，也将在智能科技的引领下，迎来新的改变。知不知道这个酒后驾驶这受到什么处罚？扣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好吧？尚雪冰，一个拥有400万粉丝的深圳网红交警，他将执法现场变成了生动的交通安全课堂。尚雪冰所在的大棚区，是深圳人最钟爱的休闲胜地。但每逢节假日，这里的拥堵曾令人望而生畏。到了夏季，去那里的路就只有2条道的，一进一出的，然后特别多，进去的车辆多了后，里面饱和了，直接倒灌出来了，堵到凌晨4点多。交通拥堵的本质是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最令交通管理者担忧的是，拥堵极易引发次生事故，甚至导致城市局部交通瘫痪。2017年的5月1日的时候呢，在当天呢，整个进入这个深圳东部的车辆达到了这个56000辆，到达了这个历史的一个顶峰。所以呢，整个盐巴高速它双方向的拥堵时长呢，达到了23.5个小时。解决拥堵的常规手段是限制部分车辆出行。这种简单的流量管理是城市的无奈之举。2019年，深圳交警为解决交通需求的矛盾，在拥堵景区实行预约出行服务。这项看似平常的管理试验，是将交通流量管理转变为交通需求管理。明天要去这个地方玩，先湖植物园，所以我们今天要先预约一下。我们来点这个提交。进入景区游玩的车主，通过手机软件提出申请。系统会根据道路的实时流量情况，智能安排预约车辆进入景区的时间。这种大胆尝试的背后，是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打造出来的智慧交通新方法。我不但知道你每一台车什么时候进入路网，往哪个方向去，将要去哪，我甚至可以直接通知到你每一台车的车主，而且是点对点的精确干预。这款预约通行系统上线后，大棚景区的拥堵现象得到极大改观。虽然节假日进入景区的车辆总量未减，但拥堵指数下降了60%。科技的进步带来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创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深度应用，正在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智慧的思路和方案。王坚博士和他的团队从城市交通入手，延展到城市的各个领域，将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管理理念——城市大脑。一个城市呢，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啊、水啊这些以外，就是我们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丰富的资源——数据资源。那么这个数据资源实际上就变成了城市大脑的血液。在杭州，城市大脑将各管理部门系统性的连通起来，汇聚起837亿条数据，犹如打通了城市的各条神经网络，实现了对城市这个复杂系统的深度感知。我们把全市4000个路监控和1600路的信号灯全部接入了城市大脑。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城市大脑交通系统，每天呢能发现将近4万起的交通拥堵情况和交通违法情况。在没有增加道路基础设施的前提下，
城市大脑让杭州的道路通行效率提高了16.5%，其中蕴藏着的巨大价值，是推动整座城市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升级。城市大脑的触角，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互联网时代，人们每一天都需要浏览海量信息。天气预报，因为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不可或缺的那一条。阳光、沙滩、乘风破浪，这是李鹏向往的自由生活。厦门，令人心驰神往的度假胜地。这里，也是让李鹏迷恋的训练场。作为中国最早的风筝翻板职业运动员，李鹏已经拿到了国内所有相关赛事的冠军。他的目标是参加下届奥运会。在惊涛骇浪中不断挑战自己的李鹏，需要依据精准的天气预报来制定自己的训练计划。可以看到未来10天的预报，它精确到每3个小时。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每一天的，就每一周的这个计划，都会根据这个来排。距离厦门100千米外的泉州，这是一座因海而生的城市，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海捕鱼，曾经是泉州人最古老的职业。此刻，船长谢转业正驾驶着渔船前往外海作业。面对风云变幻的大海，无所依靠的他们一直怀揣敬畏。海上训练的李鹏，出海捕鱼的谢转业，他们的身后拥有一个强大的服务团队——中国国家气象中心。这里是中国天气预报信息权威制作与发布的神经中枢，提高预报准确率一直是他们工作的核心。因为这里发布的每条信息，影响着14亿人每天的生活。而在这个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复杂的国度，一份更精确的天气预报是如何获得的呢？秦岭，横贯东西，绵延千里，是中国地理的分界线，也是中国气候的天然分水岭。每天早晨，张继荣习惯性地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作为一名气象观测员，他在这里工作了近40年。当年，张继荣的任务就是每隔1小时人工超报一次气象数据。不论雨雪，无论风云，都是他们观测的对象。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是预报天气的基本方法。遍布全国各地的2500多个地面观测站点，就是国家气象中心这颗大脑的神经末梢。现在，镇安气象站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监测。每隔5分钟，监测数据同全国近3万个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一起上传至国家气象中心，为一份更准确的天气预报提供丰富的实况资料。带状的这个北侧的是它，就这个，通常是就这些横着的这个。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气象分析师王海平正在密切关注着卫星图像的变化。一个位于西北太平洋上空的热带风暴，正在向我国南海海域靠近。22点多，加的云线的话，应该还是在偏南一点。气象分析师们的从容与自信，来自于另一位太空中的工作伙伴——气象卫星。
截至2019年，中国已成功发射17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成为当今世界上同时拥有极轨和静止气象卫星的3个国家之一。中国人最熟悉的这个界面，就是中国最新一代静止轨道卫星风云4号的作品。风云4号最新的新一代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观测呢，可以对这个全球的这个台风进行一个不间断连续的这样一个监测。风云4号与地球自转同步，可以实现对特定区域的不间断观测。这样的能力让王海平团队可以实时跟踪台风的动态。根据最新云图显示，这个强热带风暴将从福建沿海地区登陆，那里正是谢转业渔船所在的位置。几十年的出海经验，让谢转业对于来自大海的瞬息变化有着敏锐的直觉。变幻莫测的台风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之一。西北太平洋每年平均生成26.5起台风。据官方统计，台风对中国沿海地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每年近500亿元。这里还是有一些卷度。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9到10级的一个大风。随着台风临近，国家气象中心的气氛紧张起来。每隔1小时，王海平团队就要进行一次电话会商，向台风可能登陆的地区发出监测通报。结构再次登陆时的强度也是10到11级。此时，这个强热带风暴已经清晰地展示在众人面前。根据它未来可能通过的路径、区域及影响规模，相关沿海城市的应急指挥中心正严阵以待。中国气象台报告一下最新的预测预报情况。与此同时，谢转业渔船的坐标也已被泉州灾害应急指挥中心锁定。这边有一条船，你看看这条船在哪里？闽距于00236，船长是这个谢转业，通知今年第11号台风白鹭即将在我省沿海登陆，撤离的途中要注意做好安全工作。最近的避风港需要3个小时的航程，但这足够谢转业安全撤离。曾经的台风季，渔民们每次出港，都要将生命托付给庙宇里的一炷香火。而此时，有了专业系统的气象服务，谢转业已能将命运稳稳地握在自己手里。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台风的24小时预报的这个误差呢，基本上都是在60到70公里，它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的。随着地面和卫星监测不断精准化，中国每天都会产生100万兆级别的气象数据。如此海量数据的存储分析，需要一个超强大脑。站在王海平和他团队身后的，正是性能不断迭代的超级计算机。中国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达到12.5亿亿次每秒，而这1秒的运算能力，需要14亿人用算盘计算1万年。来自于天上和地面的观测数据，以及强大的算力，让人们可以越来越精准地预判天气情况。目前3天内的天气预报，在全球范围的准确率可达到70%到80%。中国是一个气象大国，但距离气象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科技手段的助推下，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期待对天地万物的实时感知。预测风雨，预知天地变化，从而未雨绸缪。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弥漫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结婚10周年纪念日前夕，韩鹏特意预定了一处可以俯瞰全城的最高位置。他想给妻子一个特别的纪念。人这辈子也没几个10年啊，尤其是2个人在一块儿的10年，从2个人变成了4个人，这10年应该还是很有收获的。被誉为中国西部第1高塔的锦绣天福塔，高339米，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经典地标。这里是目前成都最高的地方，我经常从这里路过，但是一直没上来过。现在啊，这个成都的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视角看成都，你就会发现，哎，这是哪儿啊？不认识了。和爱情共同成长的，是城市越来越高的天际线。站在广厦之巅，俯瞰迷人的城市夜色，人们不会想到危险的存在。周末，吴小斌抽空来看朋友的音乐会排练。在这位建筑设计师看来，音乐是乐器和谐振动的艺术，而他的工作面对的是不和谐振动带来的灾难——地震。都江堰，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伟大奇迹，润泽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2000多年来，都江堰历经大大小小数千次地震，至今固若金汤。这里，也是吴小斌思路的源泉。我们传统的木结构，它都是榫卯，它可以变形，不会垮塌。地震的时候，它消耗了地震能量。锯筑中心线出来会大概有15米，到最高区进行一个方案的对比。中立数方案最终定为。吴小斌正在参与设计一座高达488米的超高层楼宇，他的任务就是给出抗震方案。地震的本质是能量的传导。吴小斌的减震结构设计，试图通过榫卯结构以力卸力的原理，消耗地震能量，阻止能量传导，以此维护建筑结构的安全。而这其中不可或缺的组件是阻尼器，它相当于给建筑添加了一根保险丝。管庆松正是设计建筑减震阻尼器的专家。但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上部结构房屋啊，它有来回、有摇摆、有这种弯曲。那这样的话呢，它通过这个阻尼器的这种来回往复的这个运动啊，它就产生了一个耗能了，它就可以消减地震能量。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在2025年满足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起降62万架次飞机的需求。创新抗震设计方案极富挑战。它如果采用传统的抗震设计，这个中间的这个柱子啊，可能会比较密，直径会比较大。另外呢，整个的用钢量，包括这个混凝土的用量也是非常多，整个的功能呢，可能还很难保障。地面下的大兴机场铺设了多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如何减小高速列车运行时产生的震动，让机场内的旅客更为舒适，也是建筑师们必须考虑的问题。相对完美的方案是将整个航站楼悬浮在地基之上。管庆松采用隔震技术，实现了这个看似大胆的想法。隔震呢，主要就是在基础与上部结构之间有一个柔软的隔震层，
通常是有橡胶制作，可以把地震发生以后的能量大部分消减掉，所以传到上部结构能量呢就已经减弱了很多。1376套隔震组件，形成一个庞大的隔震层，可以抵消80%的地下震动。加上分布在主体结构上的阻尼器，使大型机场动若风发，而又静若处子。创新思维、创新科技，不断催生出让人赞叹的作品。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在这里，我们给父老乡亲拜年啦！阖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他们闻讯而动，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火警。我是从08年入伍，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个年头没有回家过年。选择了这个行业吧，就是注定要面对这些。张伟南所在的消防站，守护着中国超高层建筑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北京中央商务区。它这个辖区的主要特点就是 CBD 的这些高层以及超高层的楼宇比较多。高层楼宇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灭火器材的一个输送，也会造成我们队员的这个体力的消耗比较大。超高层建筑是指层高40层以上、高度100米以上的建筑，而目前消防云梯车的极限高度只有101米。高度的增加对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体能的一个挑战。张伟南和他的战友们随时做好准备，以最快的时间负重登高，完成高强度的灭火作业任务。这要真写，这个吧，是您的屋吧？这些我踹开之后，这个是现场经中心核实，电线冒烟，现场无过火无伤人。知道啊，没事没事，明白啊，没事就行。这些逆行者被视作英雄，但他们也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子女的父亲。谁来守护他们的安全，让这些无畏的逆行者离火远一点，就是科技工作者们的努力方向。咱们这辆车全名叫投弹式高层建筑干粉消防车，它主要是用于扑救咱们城市内这个高层以及超高层建筑的火灾。它主要是利用这个激光、可见光和红外线3光合一的瞄准技术，然后利用投弹将这个灭火剂投到这个着火层房间内，大大的缩短了我们这个对初期火灾扑救的时间。投弹式高层建筑干粉消防车，最高射程可达600米。这是当今中国高层楼宇的极限高度。如何突破极限，让智能消防装备更加安全，是一项急需解决的新课题。7号、8号准备，将灭火弹转运至现场。距离北京100千米的河北易县，工程师杨星光正在指挥一场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战斗。各号注意，无人机起飞。3、2、1，点火。高层楼宇消防现在是个世界性难题，所以我们又提出来了高层楼宇无人机智能灭火系统。经过这3年半左右的研制，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8次综合试验。杨星光潜心研发多年打造的神器，将会改变中国17万消防员的命运。
虽然最后所有的消防灭火都是靠人力去解决，但是希望前期希望危险的时候，咱们消防员可以离得远一点。消防无人机拥有厘米级定位精度，可以在任何环境条件下实现灭火弹的瞄准与发射。也许，这一枚枚灭火弹即将打开智慧消防全新时代的大门。吃饭了没？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没办法，还是想家呀，想爸爸妈妈。安全是每个人的期盼，平安是最真诚的祝福。科技创造着更安全的生活环境，科技也在保障着人们的安全。前沿科技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提升着人们的幸福感。当我们从100米高空穿越到城市的地平线以下，将会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下世界，而这里汇聚着一座城市的动脉血管。珠海横琴，中国最年轻的自贸区。10年前，这里只是一个仅有2000岛民、豪田遍布的孤岛渔村。作为岛上最富经验的水手，苏绍堂常年游走在这条河上。在他的记忆里，横琴的巨变是一道具有魔幻色彩的风景。原来还没开发，这里全部是海，以前自己划船啊，没有机器的，出海这时候危险很多的，现在没有出海就没那么危险了吗？曾经安静的豪田，如今已经变成一座快乐的海洋乐园。黄志聪是土生土长的横琴人，现在他在这个乐园里为孩子们创造快乐。因为你就是一个小岛，很多东西要从外面输进来，到刮风天的话，电力基本上都中断了。10年时间，横琴岛发展成为一座与一河之隔的澳门比肩的繁华都市。黄志聪亲身经历了这场魔法般的巨变，奥秘就埋藏在横琴地下。何健正是那位掌握密码的人。这条长达33.4千米的地下隧道，贯通横琴岛，是整个横琴最核心的基础建设工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这里就是我们横琴标准单舱式的一个管廊，通讯管束、给水管道、真空垃圾管、中水管、冷凝水管、漏电系统的。传统的城市规划，各类管线分属于独立的系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地下管网交错纵横，野蛮生长，不仅影响市容形象，也不利于综合管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为城市升级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横琴总共是106平方公里，和与居住空间大概是在28平方公里，提供民生的这种设施管线，我们统一纳到综合管廊里面。实际上，我们这33.4公里的这个给横琴，我们节约了大概40余公顷的土地。对于土地资源极其宝贵的城市而言，地下管廊就像给城市预装了一块集成电路板，大大推进了城市建设的速度，也为城市资源的综合管理和未来建设奠定了精细化、智能化的基础。家乡巨变，恍然若梦。没有今天的横琴，
也许苏绍堂还是那个艳羡对岸繁华璀璨的渔民，也许黄志聪也已远走他乡，去追逐梦想。之前我不敢说这些很亲人的，说出去会被给人说的啊，那什么小岛出来的小岛民啊。而现在我很自豪的说，我是恒星人。社会的进步，奇迹就这样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获益者。200多年前，人类发现了电，城市的夜晚率先被点亮了，继而点燃了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人类从此离不开了电。当中国家庭步入家电时代以来，这些不断更新迭代的家庭成员，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让家更加安全，让生活更为方便。无论身在哪里，都能时刻感受到家庭的快乐。但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更充足的电力供应。智能化时代，生活方式的发展转型，提升了人们的个人用电需求。自2000年到2019年，20年时间，中国城乡居民用电总量平均每年递增8.9%，人均年用电量从132千瓦时上升到732千瓦时。个人用电量的大幅提升，见证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电能不仅维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跨越时代的桥梁。中国人口的70%集中在东部。中国15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2座位于东部地区。而相对丰富的电力资源集中在广阔的中国西部。电能资源不足与人口分布密集，造成中国东部城市电力短缺。西电东输成为缓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新疆昌吉，全世界等级最高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的起点。这座换流站相当于一条电力高速公路的入口，它的使命是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当线路达到一定长度之后，必须要抬高电压等级，这样才能减少损耗。交直流传输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直流单条线传输的容量会更大一些，第二个损耗会更小一些。3300千米的输电线路跨越千山万水，从西部戈壁将丰富的电能资源持续不断地输往中东部地区，而整个过程不到1秒钟。在换流站的主控室，智能化的监控系统实现了对这条漫长输电线路的实时感知。但这条跨越多种地貌和复杂气候带的电路，仍需要贴身呵护。杨凯是这条线路上的一名巡检员。雨雪寒暑，风餐露宿，常年跋涉在1100千伏的高压塔线下面，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现在，杨凯有了一个新的工作伙伴。检查电池电量，按下进去。因为塔上有很多螺栓是我是朝下穿的，咱们人工是看不到的，因为有巡视死角。咱们的无人机呢就可以全方位的对它进行一个观测。高度70，好，距离安全，
距离多少米？即将达到限飞高度。我们一般会用一个36倍变焦的一个长焦镜头，线路不能靠得特别近，所以咱们用一个长焦的镜头能拍得特别清楚。再一个，咱们会用到红外热成像的镜头，观测它线路有没有发热的迹象。这个工作伙伴让杨凯的工作效率提升了15倍，1天时间就可以完成80个塔架的巡检任务。这条11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每年向中东部地区输送电力66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4000万个家庭的年用电需求，同时创造了节能减排的新纪录，减少燃煤运输3024万吨，减排烟尘2.4万吨，2氧化硫14.9万吨。电能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能源。远在新疆昌吉的杨凯从未到过上海，他希望有一天能来看看这座被称为魔幻之都的不夜城。各个时代的创新技术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今天这个数字时代，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算力和算法。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让城市变得更聪慧、更智能、更宜居，特别是当人们需要它的时候。正好做的菜重新烧一遍。一盘不大的店面，却有一席难求的场面。钟老板用了18年的时间，把这家绍兴菜馆经营成了杭州城中的一家网红店。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07例，新增死亡病例2020年新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忙碌了18年的钟老板，遭遇了史上最漫长的假期。2月份是没开店，3月份是开店，生意都没有。哎呀，心里煎熬，小本经营小生意嘛，深夜里亲戚也不能走动了，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历经几个月的期盼，度日如年的煎熬终于过去。门庭若市的场面也终于归来。那个健康码我也看了。健康码。在钟老板看来，小小的健康码是这家店铺的护身符。需要这2位啊，睡觉。客人安全了，我们也安全了。我们站到起来，我们这家店安全，就是一路通，就护身符嘛。新冠疫情爆发后，线上防控系统在我国各级城乡第一时间上线。健康码成为全社会抗击疫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世界抗疫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中国能够迅速、全面地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小小的健康码也发挥了它关键的作用。在健康码出现之前啊，还没有一款互联网公共服务产品。健康码开了先河，在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方面，现在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码作为载体和平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更加清晰、深刻地认识到前沿科技在整个防控体系中的作用。城市变得越来越智能、有序，一个看不见的却无处不在的超人市长，正在服务一座座城市。城站的建设啊，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多业务协同的数字系统建设，还是一项全方位、全时空、全领域的系统性的深化改革。
更是一场由政府、企业和市民共同参与的数字化的思想进化。其实城市应该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因为他们的活动，慢慢的让城市长成这个样子的，进化到今天，它慢慢一定会出现的东西。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他能够感受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希望城市变成什么样，慢慢的也来调节，让这个城市像人向往的那样。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和不懈追求，一直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驱动力。人类一直在运用智慧的大脑，创造着各种工具和手段，一点一点地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方便、更安全、更幸福。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富有人性，更富有科技感。前沿科技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一个真正智慧的时代正舞动着科技的翅膀，翩翩而来。我印象的美好生活就是，大家路面是有序通行，没有违章，相互礼让，这就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氛围。干净整洁的城市，然后有高效为民服务的政府体系，有自己所喜爱的工作，这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可以在这个城市很辛苦的去上班，同时我还可以在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这个生活、这个家庭里面很开心、很舒适的一个我自己想要的一个小日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内容吧。有的时候呢，我会醒得早一点，或者半夜起来，看着家里人睡得很香啊，养的小动物它们也睡得很懒洋洋的，睡得很香，我觉得这就是幸福。最美好的生活就是大家不知道时间该怎么用，这是最美好的生活。那这是想象力开始的时候。